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送我去医院！去医院？哦，你走，行吗？行吗？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啊！大伟，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找到大伟。齐亮，慧娟就要生了，你快帮我去找夏大伟。好好好。乐乐，哎，乐乐，去叫一下奶奶好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张大伟经理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？哦，他现在不是经理了，他已经不在这里办公了。什么呀？心雨，我要去看孩子，我想去看孩子。护士小姐，我们能看到孩子吗？你不要急，医生现在正在给婴儿做全身检查，能看的时候自然会给你看的。慧娟，哇，哎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你应该好好休养啊。哎，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医生，我的孩子怎么样？你别激动，你的孩子现在已经送到暖箱里去了。医生啊，孩子情况怎么样？活得下来吗？孩子太小，这里面的器官呢还没成熟，所以很难说。哎呀，医生，请你帮帮忙，一定要把孩子保住啊！站在院方的立场呢，我很难说些什么，我只能对你说，我们会尽力。多休息休息。好，慧娟，你别难过啊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唉，好不容易才搞到个准生证的，好不容易，而且又是个男孩儿。哎，大伟呢？大伟还没找到。没有。齐亮，哦，大伟，哎，大伟，快跟我走。上哪儿啊？哎呀，别忘了跟我上医院，快上医院。
你一定好好活下来。慧娟，你怎么能在这儿呢？听话，回病房。你还来干什么？这里不用你来，你就一个人在外面逍遥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一听说你的事儿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是的，慧娟，告诉我孩子怎么样？天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当我肚子疼、危急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为什么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都不在身边？好，别激动，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张卫唐伟，孩子会不会有事啊？不会，大夫已经说了，有情况会告诉我。啊，走吧。哎呀，原来人在这儿啊！真是累死我这把老骨头了。先回房间休息去吧。啊，慧娟，我想留下，我要陪儿子。明天我们再来好吗？啊，来，听话。我怕走了以后，就再也看不见他。呸！我的孙子不会有事的。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走。我也希望他没事。可是你们看，他那么瘦，那么小。慧娟，你千万别急，我问过医生了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早产儿的存活率是90%几呢。可万一他是那90%几之外的呢？慧娟，叫你不要胡说，你还说。妈，他也是为担心孩子嘛。我比你们更担心呢。要是我的孙子有个3长2短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妈，您别再怪他了好吗？要怪你就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他，好吗？不，怪我，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慧娟，送他回病房。孩子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看你了。你能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吗？慧娟，你怎么又在这儿？应该回去休息。孩子这么弱小，一想到他孤零零的躺在这儿，我一刻都在床上躺不住。现在有什么办法？都是特殊时期，这里有大夫有护士，不会出事的。回去休息，好吗？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照顾好自己，我太早把他生出来。你怎么说这种话？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？不是怪我，医生早就警告过，让我注意胎儿，可我还是那么沉不住气，我不该那么激动。其实要怪，应该怪我，我应该早点把真相告诉你。真相？其实我早就打算不去香港的。那为什么呀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为那件事情受的刺激有多大。你要早点说，说不定baby，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别这么激动，好吗？你看看孩子，现在还没脱离危险期，你就在外面这样大喊大叫的。我们现在应该全力以赴的为孩子着想，你自己也应该保重身体。你说你这样发火，对自己有好处吗？别再哭了。
妈又给你炖了补鸡汤，到病房里去喝好了。走吧。有件事情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。什么事儿？大伟已经被调职了，他现在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仓库保管员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大伟真沉得住气。男人嘛，如果换了是我的话，我也一定不会告诉你。心月，怎么了？我们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不是说我们应该结婚了？结婚？是啊。新月，你每天过来看我，店里的生意怎么办？有小轩在呢。再说齐亮也会经常过来帮忙。可是，好啦，你在这就我这么一个好朋友，我不管你谁管你啊？我要去下洗手间啊。没事儿。小心点啊！对不起啊，吓死我了！他人呢？哦，去洗手间了。这花很漂亮。哎，你们。
慧娟，你看大伟送这么漂亮的花给你。慧娟，大伟，哎，今天下班这么晚呢？下了班又开了一个会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我下班没事，就再过来看看他。好，慧娟，你瞧新月对你多好啊！那当然了，我们俩的交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。大伟，刚才我和新月研究了半天，我们给小孩取名字叫贝贝。贝贝。对呀，我们家的心肝宝贝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贝贝，名字挺好。对，心肝宝贝嘛，这名字挺好。心肝对不起，宝贝。看着时间到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啊，都这么晚了，大伟，你帮我送一下心远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嗨，一个女孩子晚上总是危险的，反正大伟有车，很方便的。是，反正也不远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别啰嗦了，快走吧，待会儿护士要赶人了啊。真的不用麻烦了。慧娟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开车小心点儿。拜拜。新月，你好像最近有心事，为什么呀？我看出来了，是有心事。谢谢，大伟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你为了慧娟的事被调职了。哦，你知道这事儿了？记住了，千万别告诉慧娟。为什么？这个担子实在太沉重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他和孩子的情况现在都不好，怎么能再给他增加烦恼？行了，说说你的事儿吧。为什么事儿烦？谢谢你的关心。先别谢呀，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呢。我在想啊，为什么相处了那么久的人，反而会越来越觉得疏远？你也有这种烦心的事吗？你是说，我们夫妻间也有这种问题，有时候想想挺悲哀的。你说夫妻已经10多年了，有时候就发现彼此会感觉到很陌生。它陌生到什么程度呢？彼此不认识对方。为什么呢？一开始我也找不到答案，不过现在我有答案。是什么？干嘛？看着我的眼睛，看见什么了？看到我自己啊。两个人彼此不能离得太近，离得太近就只发现自己而忽略了对方，这就是答案。那难道熟悉的代价就是忽略？一定会这么悲哀吗？除非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。心灵上的默契。对，那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不用语言去交流的，几乎是彼此离得很远，也能够感觉到对方的存在。我一直在等待这种感觉。等到了吗？别着急，慢慢会有的。你安慰我呢？我这是在祝福你，由衷的在祝福你。
对不起啊。喂，喂，哦，我是啊。哦，是吗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？啊？有事儿啊？咖啡店有人在闹事，我得赶回去。坐我的车头。过来吧。哦。我跟你拼了！你们有问题到外面解决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这咖啡店，你看把客人都吓走了，干什么你？给我开！你们抢女人关我们店什么事儿？我们这是咖啡店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给我走！你赶我走？赶你走怎么了？我这是齐亮，你小心啊！这是跟谁说话啊？跟谁说话怎么了？你们！齐亮，这只宝被挨打了。两位先生，我是这儿的负责人，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，请多原谅，请多原谅啊！秦雪，我根本就没做错什么。齐亮，你不说话不行吗？不行，砸了人家店还让人家赔罪，天底下有这道理吗？别打！和气生财吧，好吧？兄弟，别打！听我说，我到这儿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，好吧？你们到这儿也不是来打架，打架能选这样的地方吗？你们看看这满地的玻璃，也容易伤了你自己，是不是？给大哥一个面子，好吧？有什么话咱们坐下来说，一定能够解决问题。有本事到外面去解决！我说，谁怕谁？走！跟这种人你们客气什么？要不是你们拦着我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这伤怎么样？你还有理了？哎，有你这么劝架的吗？劝着自己跟人打起来了。你怎么怪我呢？你看他们把店搞的，你这么一搞不是更乱吗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这是为谁呀？我不是为了你的店吗？还怪上我了？我不怪你，怪谁呀？齐亮，你这么大人了，做事不会用脑子啊？秦月，好，我做事不用脑子，我有勇无谋，可以吗？哎，秦亮，让他去，省得看了烦心。齐亮，你别跟着我好不好？我就要跟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。是谁说的？你刚才没听到吗？他当着人家的面指着我说我没脑袋。那是他自己不聪明，看不到你的勇气嘛。瞧了你为他的店那么拼命，那才真不值呢。在我眼里，我最欣赏你的勇气。小轩，走，我们去吃宵夜去，走吗？走呀，走嘛。哭什么呀？这些东西都是我辛辛苦苦收集来的。这东西都已经砸了，这哭有用吗？行了，别哭了，以后再搜集新的吧。啊。新的，这里每一件摆设都有我的心血。他们知道我创业是多么艰难，可是现在全都砸了，全都没有了。我受不了了，干脆把店门关了，不做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做点事情这么难？为什么要让我受到这么多的挫折？我辛辛苦苦的创业，战战兢兢的经营，规规矩矩守本分，我哪儿做错了？碰到好的客人是我运气好，碰到挑剔一点的客人，我就得赔尽笑脸，说尽好话，
碰到像今天这样的客人，我搭了1个星期的钱都不够。最令人生气的是，我都不敢得罪他们，我怕他们回来报复我。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我不干了，我不要干了。发泄够了吗？好，别哭了。你说你这样让我在这儿多难受啊！好吗？来，听我说，心月，你听我说，你说这家店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，你反过来想啊，你说这家店给了你多少次锻炼机会，让你身经百战，变得那么坚强？你说说，如果有一天给你扔在一个荒岛上，你肯定比其他女人活的时间长，你信吗？你是在说笑话吗？我一点都笑不出来。姐，你说我就是觉得你比其他的女人啊，身上有点很独特的东西。你让我说，我还真说不出来。今天我悟出来了，就是多了一点坚强和成熟。你看这多好，我还就欣赏这样的女孩子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刚才又哭又闹的，多像一个不讲理的女孩子啊！别笑了，接着哭啊！你看这多好，一笑起来多美啊！慧娟，哎，慧娟啊，啊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医院说孩子病危了。孩子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医生说，孩子的黄疸指数超过20，需要紧急换血，不然就有生命危险。那现在换了吗？正在换呢。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这么晚了，我要到医院来，拦部车都拦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换血是个大手术，我跟慧娟都不敢做主，等着你这个父亲来拿主意的。这么一耽搁，也不知道耽搁了多少抢救时间呢。要是孩子有个，我看你怎么办哦。大伟，我怕。别怕，相信我们的孩子，一定能挺过去。对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给 baby 力量。baby， 爸爸妈妈都在外面，你一定要挺过去啊！护士，孩子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？医生正在里面急救，请你们等一下。baby， 慧娟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慧娟，千万不要有事，千万不能有事啊！慧，天保佑啊！医生，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了？啊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哎，慧娟，慧娟，哎，慧娟，慧娟，慧娟啊！快点，慧娟，坐着。慧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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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慧娟，慧娟，慧娟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是在做梦。慧娟，坚强点。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告诉我，
贝贝没有死，这不是真的，告诉我，告诉我呀！晚上了，大家歇会儿吧啊。慧娟，慧娟，到家了为什么不进来？贝贝的事，放心吧，我会处理的。处理？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你怎么把“处理”2个字说的那么轻松？那是我儿子，是一条生命，不是物品。慧娟啊，你还是个坐月子的人，怎么可以发这么大的脾气呢？慧娟，别哭了好吗？啊，你就是把眼泪哭干了，孩子也不可能回来了。慧娟，贝贝的性命就是断送在你的手里。慧娟，贝贝出生的时候，你不在他身边；贝贝病危的时候，你又没有及时赶回来。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到父亲的责任，贝贝才会早产，才会永远回不了这个家。是你害了贝贝，你害死了他。大卫，虽说你是我儿子，可是我不袒护你。慧娟说的对呀，你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要是你少一点应酬，多一点时间照顾慧娟母子，贝贝她也许就不会早产，就不会。妈，这怎么应该是我来承担责任呢？你是一家之主，你不承担谁承担？哎，大为，我来追他。大为，你等一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孩子的去世怪罪在我头上呢？我知道他有火，他生气，我该忍着。可是他们就不想一想，失去了孩子，我心里好受吗？大伟，你冷静一点，没有人责怪你。慧娟说的都是气话，她遭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，你一定要谅解啊。我错就错在孩子问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，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身边，这是我的错。我真是不配做这个父亲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如果那天慧娟来找我诉苦的时候，我立刻就告诉她你不去香港了，她也不会因为这个误会一直生气而导致早产。如果昨天你不送我回家，你也不至于见不到贝贝最后一面。
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一定要为贝贝的死背上一个沉重的十字架，那这个包袱让我来背好了。新月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呀。那你也没有做错。我毕竟失去了孩子。你就打算一直在这自责下去吗？再多的痛苦也换不回孩子了。你还有慧娟，有乐乐，还有伯母啊，他们需要你，你终究要振作起来。别忘了，你可是一家之主啊。是啊，奶奶老了，骨头也不听话了。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奶奶又酸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太累了。没事儿没事儿，快洗手吃饭了啊！快点。爸爸，我来帮你拿拖鞋。哟，谢谢儿子。乐乐，乖，快叫妈妈吃饭。啊！妈妈吃饭。妈妈，吃饭了。妈妈，吃饭了。乐乐这几天可真乖，不吵不闹的，还帮我做事儿，比他妈妈乖多了。妈，那慧娟是不是今天好些？哎呀，你看，从医院出来都2周了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吃饭。哎，哪位？怎么样？一切还好吧？哦，是周董啊。还是不稳定啊？哎，我是能等啊，可你也别让我等得太久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好，那就好。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。再见。慧娟，你看看，你把乐乐吓成什么样子了啊？哎呀，你还有个够没有嘛？咱们家就你一个人伤心吗？要是人人都跟你这个样子，这个日子还过不过嘛？瞧，这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你把一个家全部都丢到我身上啊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大事小事都让我一个人操心，我弄得腰酸背痛的。你说我这是为了什么？我是心疼大伟，不想让他分心。我把全家家务都包下来了，尽量的迁就你，是想让你早一点恢复健康呀，慧娟啊。你也不想想，我这几十岁的人能熬多久啊？你还尽不尽这媳妇的责任呢你啊？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，
老了，还受这种折磨。哎呦！爸爸，爸爸。慧娟，这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怎么又醒了？啊？慧娟，你都好几个晚上没睡了，去睡吧，好吗？嗯，来吧，来吧。我不想睡觉。那你就躺着，我陪你说说话，好吗？嗯，来，听话啊，听话。不要。那你说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啊？啊？不行。我不能让你这样糟蹋自己，听话，睡觉，马上睡。别烦我！那你还有完没完呢？你别烦我了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疼疼我的小 baby， 他就走了。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想念他吗？我也想念 baby， 可是你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啊！你这也是在折磨别人，你知道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又把你叫上来。这也是没关系的，我了解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这慧娟啊，还是转不过来，整天就看着那婴儿床啊，一劲儿的发呆，说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整个家庭生活全乱了。你说我现在也不能责备她呀。尽管我们也挺痛苦，但是她毕竟是做母亲的，受的伤害会更大一些。怎么让我摊成这种事儿？我想慧娟这样，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和感情受到了挫折，更主要的是，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完整性以及对家庭的圆满度受到了破坏。是，我就看她这样折磨自己，心里挺难受的。你自己呢？你自己同样不是也受到折磨吗？那你说我还能怎么样？最坏也就不过如此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天我去看看慧娟，她一向是很坚强的，我相信她一定能挺过来。
说什么好了，多亏慧娟有你这样一个。行啊，我也跟着沾了不少的光。现在你也算是我的朋友了。而且很怪啊，我现在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，就想跟你说。你别这么客气啊，你是慧娟的丈夫嘛，当然也就是我。我是说，我当然要把你当朋友看。大伟，慧娟怎么样了？我来看看她。见不到。你看看啊，他整天就这样。慧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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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，慧娟！心月，没用的，我好话都跟他说尽了，听不进去。慧娟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要坚强起来，慧娟，听到了吗？慧娟，你看看我，我是新月，我是新月啊，慧娟。这个气球是齐良送给 baby 的。大伟，给慧娟换上外出的衣服吧。干嘛？我们不能让她这样闷在家里，带她出去走走。好。哎，这儿的空气真好哈！啊，是，真好。哎，这儿风景也很漂亮嘛。啊，对啊，真的很漂亮。慧娟，哎，慧娟，你松手，慧娟松手，松手，慧娟，不是。对不起啊，抬着手，抬着手。喂，齐亮，啊，我们在外面，在天山商厦。好，好，那你过来吧。穿在 baby 身上一定很漂亮，我要把它买回去。孩子已经……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大伟，慧娟说的对，这颜色真的挺漂亮的。她现在特别敏感，不要刺激她。慧娟，如果你喜欢，就买回去吧。这一条也很好看呐，这个我也要。这件很漂亮啊。放心吧，慧娟现在需要时间。这个也很精致啊！我找到你了，再找不到又得打电话。这慧娟犯什么傻？买这么多孩子衣服干嘛？
齐亮，你别乱讲话。我没乱讲，现在孩子已经死了，买这些衣服给谁穿呢？齐亮能不能不说话？大伟，你怎么也跟着犯傻呀？就算慧娟再怀孕，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。你买这么多孩子衣服，不是浪费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作为朋友，我不能骗你，我要说老实话。你自己也不能骗自己。现在就算你买再多的衣服，你孩子也穿不上了。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，你要正视这事实啊。齐亮，慧娟没事。慧娟，别打！哎，这慧娟，你是猪啊你！慧娟，你不能总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听我？你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这不然这个家里完了，我进入的东西，不许动我儿子的东西！我必须得拆掉，什么？我都得拆掉。我要不拆的话，这家就完蛋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我不许你动！你给我走！走大伟，你怎么了？忍着点啊。也没地儿去，然后我也不愿意上你店里去，开车满世界瞎转，稀里糊涂的转到这儿。不，慧娟下手怎么这么重？这不能怪他，还是我的方法不好。本来我想重病下重药，结果适得其反。对不起，都是齐亮不好，说了那么重的话。其实这事儿啊，还不能怪别人，怪我自己是个没用的人。你怎么这么想啊？我不这么想又怎么办？就这么眼看着他那么痛苦，帮不上他，真的是很难受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这家就完了。真是没办法。你别着急，办法一定会有的。有什么办法？现在只要能够救他，能够救我这个家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干。你为了慧娟把工作都丢了，也没有丝毫的抱怨，现在还自责没有照顾好她。慧娟能嫁给你这样的丈夫，真是好福气。行了，你就别再夸我了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丈夫。不然的话，我的家怎么变成这样？真是没来，快点吃。奶奶早。你早。大伟啊，大伟。
大伟，哎，该起床吃早点了，准备上班。啊。快起来吃饭了。妈，慧娟起来了吗？没有啊，她不在睡吗？喂，大伟，什么？慧娟不见了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嗯。baby， 妈妈给你买来了很多衣服，妈妈的心肝宝贝。我的心肝宝贝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有好好保护你。妈妈的梦里来吧，让妈妈在梦里疼你、爱你，回来吧。情况怎么样？慧娟，你说她也不是空气，怎么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？大伟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，你们千万别绝望。慧娟也真不像话，丢下家就这么一个人走了，也不晓得这么一大家子人都急得要发疯了，太过分了。妈，您别这么说好吗？她是被我气走的。如果他有什么意外，我的良心一辈子都不会安定的。为什么妈妈不回来了呢？不要乱讲，好不好？大伟，小孩子懂什么嘛？吓坏了他怎么办？来，乐乐，对不起，儿子，是爸爸不好啊。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们了呢？我们在这等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是出去找找吧。一点方向没有，上哪儿去找啊？哎呀，别啰嗦，找人要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慧娟，你去哪儿了？慧娟，妈妈，你回来啦！回来了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新月，别再刺激他了。是啊，人回来了就好了，不要怪他了。你们能忍，我可忍不了。今天我非得把他骂醒不可。新月，慧娟，你给我听着，贝贝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你，现在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不可能回来，你知道吗？贝贝死了，你听清楚，贝贝死了。
新月，你来看看，这是你的婆婆，你有孝顺她的义务；这是你的儿子，你有教育他的责任。可是你却为了一个失去的孩子，忘记了你的义务和责任。再看看，这是你的丈夫，他同样遭受着失去儿子的打击，还把痛苦强压在心里，还要不分日夜地照顾你、安慰你，你于心何忍呢？你别再说了，行吗？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就在你无理取闹的把失去儿子的痛苦和罪过全部推给大伟的时候，他没有半点推脱，全部都承担了下来。你还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你于心何忍？大伟已经被你逼得走投无路，就快要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于心何忍呢？你慧娟，你只想着自己的痛苦，不顾周围人的存在，你太自私了。你的丈夫、你的婆婆，还有你的儿子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难道你非要等到连他们都失去了，你才甘心吗？你刚才的话太过激烈了吧？这样慧娟恐怕受不了。你也看到了，大伟一家人多可怜啊！我也是一时着急。别难过，你已经尽力了。
喝水。哎呦，乖孩子。伯母，慧娟好了，她没事了。没事了？真的没事了，您快进去看看吧。啊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乐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乐乐，乖儿子，妈妈以后不会那样了，妈妈还会跟从前一样。妈妈。启月，启月，要走了？要走，我们也得跟人打声招呼啊。启月，好了，都不要哭了啊，咱们可以恢复以前的样子。妈，对不起，这阵子辛苦你了。对，你想不想？大伟回来了。七月过来。哎，我趁着慧娟今天最后一天休息来陪陪她。啊，我们正在看过去的照片呢。年轻真好，哈。什么呀？你现在这样多好，老公爱你，孩子又听话，什么都不缺，多好啊！是啊。除了什么呀？除了我最好的朋友赖着不结婚，让我操心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，省得人说我嫁不出去，老赖在你这儿啊。对了，那大伟送你吧。不麻烦了，我出去打个车很方便。哎呀，一个女孩子打的总是不太安全。大伟，你送送她啊。是啊，没什么麻烦的，走吧。好，谢谢，我走了。不好意思麻烦你啊，你看起来很累了。没事，反正我现在劳力不劳心，比以前反而轻松了。那也要多注意休息，我担心慧娟的情况稳定了，你反而会垮。昨天早上慧娟又失踪了。啊！我跟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团团的转，结果她回来了，去买早点。我现在白天上班挺累的，晚上又整夜睡不着觉。她只要一翻身我就醒，她一动我就紧张。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得熬多久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我真的是很累，太累了。那我下车了。
新月。我送你进去吧。送你上电梯吧。我送你上去吧。我送你进门吧。我来帮你吧。
么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继续调查，掌握确切的证据。忙吗？还好。你怎么今天有空啊？我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的。找我？这短短的1个月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自己也就算了，可是还连累了家人。这段日子要不是有你始终在我身边，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哪有啊？是你自己坚强，才能熬得过这一切。有时会想想，我还是蛮幸运的。虽然放弃了写作，可是我有大伟，有乐乐。身为女人，最重要的不就是一个家吗？我真该知足。再说，我现在又多了一个你。心月，我真的很高兴能跟你再度相逢。答应我，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啊！慧娟，怎么，你不愿意呀？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你说什么傻话呀？你对我这么好，倒是我，一结婚，朋友走的走，散的散，都失了联络。你不跟我计较，还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怎么说不值得呢？我已经来了很久了，如果不是看着你拿着这盆花，我是不会出来的。想把它扔掉是吧？又没那个勇气。我就知道你心里很是想着我。清月，咱们两个都是一样的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陷进去。我们不能，我们不可以。慧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实在是……道理我都知道，你的感受我也清楚。没办法，满脑子都是你。张大伟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你把我的生活全都搅乱了。我的日子也不好过，现在是你忘不了我，我也忘不了你，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。我要回去了，这花还给你。星月，你还得了我花，还得了我心吗？我们都不要自欺欺人了，好吗？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？顺其自然吧。星月，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散散心好吗？什么时候？去哪儿？星期天，到滨江大道去，我们一起吃晚餐，看夕阳，好吗？
怎么样？